2025年1月18号，正值美国总统换届之时，当拜登在发言结束后，一名记者对着拜登的背影大喊道：“是谁结束了战争？是你还是特朗普先生？”拜登缓缓地扭过头，并冷笑道：“你在开玩笑吗？”随后，拜登等人进入椭圆形办公室。至此，乔拜登的时代结束了。纵观拜登一生，他是从冷战的历史中走来，是冷战以后美国最强的外交操盘手。他的离开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既励志又悲催的人物——乔拜登。这里大兵稍微补充一点，本来大兵想用拜登回头的原视频，只可惜在特朗普上台后，他把白宫所有关于拜登的视频都全部删除掉了。因此大兵只能用一些仅存的图片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了。1942年，欧洲的苏军吹响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号角，太平洋上美日海战一触即发。这一年，拜登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，他生于冷战前夜，经历了冷战时代，谋划冷战以后的美国全球布局。当代美国人的价值观就是被冷战塑造的，他们崇拜冷战时代的美国英雄，为黄金时代的美国梦感到骄傲。而拜登的童年则十分艰难，父亲经商失败，一家人挤在简陋的房子里。为了补贴家用，他做过钟点工，当过保姆，天没亮扫过大街。这种出身使他和底层人很容易共情，而比拮据的生活更艰难的是天生的口吃。在激动时，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喊不出来。一个出身卑微且口吃的农村孩子，注定被人嘲笑和嫌弃。但这种命，拜登不认。他连续几个月在镜子前背诵绕口的长文，口吃有了明显的改善。但是拜登的成绩相当不好，只能考上美国的莫韦大学。1968年，拜登在法律专业毕业，全班85个人，他是76名。1968年是风云激荡的一年，在民主党总统林登·约翰逊的统治下，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，反战的声音汇聚成海浪般的波涛，席卷了整个美国。当时美国的经济达到战后最高点，大学生毕业以后有的是工作，他们就把过剩的精力转化为政治激情。越南战争风靡全美大学校园，他们向美国政府和社会不公宣战。他们奉马丁·路德·金、罗伯特·肯尼迪为英雄，并组成了浩大的队伍，唱着鲍勃·迪伦的反战歌曲，要求结束战争。整个社会弥漫着政治狂热，他们流着眼泪背诵马丁·路德·金的演讲。但1968年的2声枪响终结了马丁·路德·金和罗伯特·肯尼迪的生命。两位英雄的陨落让年轻人的心情从亢奋的高点跌入悲痛的谷底。激情、亢奋与悲痛、迷茫，这些矛盾的词汇交织成了热烈滚烫的美国的60年代，这也是拜登的青春。燃烧的60年代在拜登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？很多年以后，总统拜登的白宫办公桌面前依旧放着马丁·路德·金和罗伯特·肯尼迪的塑像，这是2个为黑人民权献出生命的美国英雄。毕业以后，拜登没有做律师，他要选议员选的也不是一般的议员，是特拉华州的议员。很多人不知道参议员的分量，美国有50个州，每个州只有2个参议员，100位参议员组成了国会权力的制高点，是美国最有权势的一群人。总统只有4年，参议员却有6年。总统只能做2届，参议员没有任期限制。华盛顿的总统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参议员却能在国会稳坐几十年。资深的议员是大大小小政治事件的幕后操盘手，是盘踞在华盛顿权力格局中最牢固的一环。没有人看好30岁的拜登，还好特拉华州很小，只有不到50万人。拜登号召自己的家人朋友，挨家挨户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。或许是受到马丁·路德·金的启发，拜登还很看重黑人选票。他孤身来到黑人街区，宣扬平权理念。在黑人兄弟的帮助下，拜登在30岁就成为了参议员。这个卑微口吃的农村孩子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无数美国上流精英挤破脑袋想认识他。拜登能用几十年的时间积攒声望，成为华盛顿手眼通天的权力巨鳄，
很多人都相信拜登是未来的总统，因为距离白宫总统宝座最近的人从来都不是副总统，而是参议员。国会距离白宫只有 1.4 公里，开车8分钟就到，但这8分钟的车程，拜登走了半个世纪。1972年12月28号，在华盛顿面试助理的拜登接到家人打来的电话，要他赶紧回家。拜登感到一点不安，电话那头说没什么大事，尽快回家就好。到家却得知了妻子和女儿在车祸中丧生的噩耗，2个儿子也受了重伤。这种人间至痛是什么感觉？拜登回忆，那时候一切声音都消失了，整个世界一片寂静，心中有个空洞越来越大，在吞噬他的精神。拜登崩溃了，他咒骂上帝，要辞去参议员，遁入空门，做一个天主教牧师。但拜登的父亲告诉他，家庭是开始、中间和结束，只要家人还在，总会有希望。还有2个儿子幸存下来，是他的精神支柱，拜登要走下去。在孩子的病床前，参议员拜登宣誓就职，而此时的特朗普在纽约经营商业帝国。拜登在参议院负责外交事务，没有人会料到这2个天差地别的人会在几十年后纠缠在一起，改变美国甚至世界的未来走向。拜登见证了冷战时代的重大事件，从水门事件到苏联入侵阿富汗，再到柏林墙倒塌、苏联解体。1987年，拜登对总统宝座发起了第一次冲击，被人发现演讲稿是剽窃的，他只能狼狈退选。不过退选救了拜登，他的脑子里长了一颗压迫动脉的肿瘤，所幸死里逃生。20年后，65岁的拜登来了，他已经深耕华盛顿政坛30-40年，是影响力巨大的民主党资深议员。但是资历深厚的老白男对选民来说太无聊了。美国人选择了更有魅力的奥巴马，拜登成了那年的配角。虽然后来奥巴马选择拜登做副手，但副总统实权可能还比不上参议员。此时的拜登已经准备退休了，坦然接受了副总统就是他的政治生涯的终点。因为他的儿子博拜登更适合做总统。博是拜登的 2.0 版，他参军上过战场，做过检察长，是家族里最争气的，是老拜登的骄傲。但悲剧的是，脑瘤会遗传。博在40多岁的时候像父亲一样得了脑瘤，父亲亲眼看到英气风发的儿子被化疗药物腐蚀身体。2015年博去世，拜登再次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，他1整年都没有缓过来。此时的拜登真正到了人生的谷底，纵观他的一生，就是在和命运进行对抗。幼年口吃，青年贫寒，中年丧妻，老年丧子，仕途屡屡受挫。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经历放到普通人身上，恐怕都要崩溃了。但是他却战胜了所有困难。2016年，希拉里失去了宾夕法尼亚州工人的支持，意外输给了特朗普。特朗普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冲进瓷器店，把美国的社会秩序撞得粉碎。疫情又让美国社会的伤痕不断流血，人们变得越来越极端、对立、暴怒。这4年，拜登在角落里慢慢治愈失去儿子的伤口。博的遗言总是在他脑中回响。博去世之前对拜登说：“答应我，一定要成为美国总统。”2020年，在走出了丧子之痛的拜登归来了。他继承了冷战时代民主党的政治和手腕，在他身上有罗斯福对蓝领工人的关注，有杜鲁门的遏制外交战略，有肯尼迪对平权的追求，有约翰逊变革社会的勇气，也有卡特的平民风格。谁能赢回工人阶级的支持，非拜登莫属。拜登在大家眼里是个平庸乏味的老头，但在2020年，充斥着分歧对立的美国，恰恰需要一个传统温和的老头来弥合社会裂痕，走向团结。快80岁的拜登，在年轻人眼里是啰嗦无聊的老头，在蓝领工人看来，他反而亲切可靠。不过拜登呢，可真不是人畜无害的老爷爷。冷战时期美苏的大国博弈，淬炼了拜登狠辣的政治手腕和长远的战略目光。仔细想想，现在世界格局的演变就是拜登写好的剧本。拜登上任第1年，做了长久改变国际局势的决定，美军全面撤离阿富汗。因为拜登察觉到阿富汗和中东已经不是美国的战略目标，拜登要赶紧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力量汇集起来，扭转美国外交的大方向。
阿富汗撤军是一个鲜明的历史转折，意味着反恐战争彻底终结，一个类似冷战的大国竞争乃至大国对抗的时代全面到来。苏联解崩后，美国失去了主要的敌人，过剩的军备力量迫使美国满世界寻找目标。小布什开始反恐战争，但几十年打下来没什么成效，徒劳的虚耗国力。拜登意识到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只是表象，根源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。世界要回到大国对抗的时代，确实是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精准描绘，但造成当下大国对抗的逻辑已经和冷战时代截然不同了。冷战时期，世界划分为旗帜鲜明的两个阵营，彼此对垒，毫无交集。如今大国利益错综复杂地套嵌在一起，特朗普那种美国优先的战略实际上就是嗅到了大国竞争的端倪。但在拜登看来，这种莽撞的外交手段让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摇摇欲坠，杀敌1000自损1500的昏招。而拜登则设计了一个更巧妙的棋局，即美国不下场的情况下操纵代理人损耗敌对大国力量。这种棋局的起手式是唤醒了一个被尘封许久的冷战杀器——北约。法国总统马克龙说，北约已经脑死亡了。的确如此，冷战以后最大的军事集团成了美国和欧洲吵架扯皮的俱乐部。拜登知道，要激活北约，尤其是要唤起欧洲国家内心最深处的恐惧——俄国。拜登要让欧洲人明白，俄罗斯的威胁是赤裸裸存在的，欧洲不可能单独对抗俄罗斯，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，必须借助美国力量。而此时，普京恰巧送来一记助攻，宣布对乌克兰发动侵略行动。不过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乌克兰居然顶住了。俄罗斯一天速通基辅失败，战争连绵不绝。拜登在借助俄乌战争之势谋全球战略之局，横跨大西洋的美欧迅速团结起来，类似冷战时代的阵营已经具备雏形。但是拜登处理国内事务远不如外交事务那么得心应手。纵观民主党历史，历次胜选都是构建起了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，以袖带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底层人民之间的联盟，这是罗斯福新政以来民主党的主流路线。2016年，希拉里被工人阶级抛弃；2020年，拜登重建起民主党联盟，击败特朗普，是疫情的后遗症。和俄乌冲突的涟漪波及到了美国，使美国出现了战后罕见的通胀螺旋、物价飞涨。以下层人民为主的民主党联盟遭受重大打击。对2024年的美国人来说，生活比过去没有任何改善。而此时，民主党也想换掉拜登。拜登是爱尔兰人的后裔，祖先在几百年前漂洋过海到美国，做的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。寄人篱下的生活让爱尔兰人知道，亲情和家人比什么都重要。拜登有着爱尔兰人悲剧的宿命，他被命运打倒了太多次，他最真实的家人被夺走，但是他没有向命运屈服。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，成为美国总统，他还是抵抗不了衰老。成为参议员的时候太年轻，成为总统的时候太老迈。40岁、60岁锋芒毕露的拜登，无论怎么努力都是配角。而当他垂垂老矣，进入风烛残年，命运又把他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。曾经意气风发的政治明星，成了瞌睡迟钝的老头。不过呢，他还是能察觉到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，并且塑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格局。拜登不是不行了，他只是老了，没有被命运打垮，只是输给了年迈和衰老。拜登曾当着普京面说：“我看着你的眼睛，觉得你没有灵魂。”拜登自己说，成为总统就是为了美国的灵魂。美国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呢？也许拜登自己给出了答案。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孩子，一个出身卑微、口吃的孩子，最终成长成为了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总统。别了，拜登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